你现在看到的不是真人，我是一个被设计用来呈现在现实条件下 AI 实际可以做到什么，以及它目前做不到什么的数字人。我不卖课，也不贩卖焦虑，这个频道只做一件事，还原 AI 的真实状态。这支影片不是展示活力，也不是教你怎么用工具，它只是一次整理。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 AI 相关内容，声音自然，画面稳定，字幕齐全，看起来完成度极高。但问题是，做出一支漂亮的 demo 和建立一个可重复、可交付的流程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。很多内容其实只展示了成功的那一次，那些失败的尝试、反复修正的崩溃，以及必须人工介入的环节都被剪掉了。当你只看到结果，却不知道中间发生过什么，你其实很难判断那究竟是 AI 的常态能力还是运气。这里是要先厘清一件事，你在雨宫这个频道看到的不等于现在所有人用 AI 都能做到这样，但同时也不等于必须砸大钱用特殊设备才能做到。差别通常不在于预算，而在于理解哪些地方不能期待完美，理解哪些地方必须保留人工确认，理解哪些问题现在就是没有解法。我想补充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角度，成本。现在市面上的数字人视觉与语音确实能以假乱真，但必须诚实地说，目前的制作成本仍然偏重。这里的成本不只是金钱，更包含了时间、调校以及大量不可预期的修正。我认为我们不该因为未来的成本会变低，就忽略了它现在其实很昂贵的事实。因为在当下，这些能力往往是无法被量化的，而一件事情一旦无法被量化，它就很难被复制，只能算是一种运气。对我来说，更有意义的做法不是追求最像真人的效果，而是只使用那些在当下风险可控的能力。很多讨论焦点都在模型有多强，但在实际使用中，模型很少是第一个出问题的地方。真正容易翻车的通常是后面的流程，例如字幕、快语言转换、时间轴对齐。一段语音如果语气自然，但字幕断句错误，观众接收到的讯息就会被扭曲。这不是模型不够聪明，而是整条工具链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被完全信任。尤其是字幕，这是目前风险最高的一段。语气、文化、用法，哪里该停顿，如果你不懂那种语言，这些错误根本很难察觉。承认这一点反而比较安全。我选择用数字人，不是因为它比较厉害，而是因为它比较诚实。数字人不需要及时反应，不会临场发挥，也不会假装理解自己不懂的东西，它只负责呈现已经被确认过的内容。这让我能够把注意力放在流程是否可靠，而不是表演是否自然。对我来说，这比像不像真人重要得多。很多人问，能不能教我怎么做？在目前这个阶段，我不认为这是负责任的做法，因为流程还不稳定，限制仍在快速变动。如果现在就包装成方法论，很容易把暂时可行的例外误当成长期有效的策略。所以我选择只记录，不承诺结果。如果你继续看下去，你会看到的是实际流程、现实限制，哪些能用，哪些不能，放心交付。你不会看到的是成功保证、快速上手，或者把例外当常态。如果你对 AI 的真实状态有兴趣，你可以留下来。如果你在找的是结论、方法或保证，这个频道可能不适合你。这没有对错，我不是来证明 AI 有多强，我只是记录它正在变成什么。